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延续着整个公共教育的那个教纲呢，然后希望通过这个讲座系列，开始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关于整个如何看水墨画作，然后一些赏析的过程。那么今天的主题为水墨画作赏析，我们就请到也是我的同事，也是这一轮的这个秀海楼的策展人蔡恒博士主讲关于今天的讲座，有请蔡博士。好。各位下午好。我们去年已经在那个吴冠中的那个水墨第一轮，大家已经有交流过了啊。那么这次呢，就是通过秀海楼的这个展览呢，对这个中国水墨画进行一些赏析。第一堂那个杜南发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水墨画的一个纵观讲到了墨法啦、笔法啦，包括美学啊各方面的一些概要和要点。那么我们这堂讲座呢，就可以把这些我们在第一堂课了解的知识呢，可以尝试运用在我们看具体的作品。那我们基本上还是用秀海楼的作品作为介绍的一个入门吧。希望通过这个讲座呢，可能大家以后看中国画的时候就比较有一些方向，知道什么样着眼去看。所以这堂讲座的内容呢，相对还是比较浅的，就是给一般不太了解中国画的观众做一个比较浅析的介绍。但是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张画上呢，把几个主要的要点提出来。有些画它可能是以技法见长，有些画可能是风格见长，有些画可能是它背后的文化背景。做画家本身有一些具体的特点需要介绍。那通过这个展览，通过这个介绍，大家可以再回头去看秀海楼，可能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当然，这个讲座可能对有很多甚至都已经在学习中国画的观众，可能就会有一些浅了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讲座，能够让更多以前不了解中国画、非华文源流的那个观众都能够来欣赏。这个展览跟中国画作品因为那个作品比较多，我们现在就开始。那秀海楼，我们在那个展览介绍里说了，秀海楼的明清部分呢，不是它这个收藏的主项，但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明清部分的展示呢，能够呈现出明清整个艺术潮流的一个主要的脉络。基本上中国画还是在有延续了，就是专业画家跟业余画家这两个脉络。但是很有意思是在中国画的历史上，业余画家到最后是占了一个话语权的主导地位的，也就是文人画家或者士人画家宫廷画家几乎留下的名字很少。那么在明清这个两个朝代呢，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是在学界有争议的。有很多学者认为明清画就是一个极大的衰退，尤其是五四之后，包括很多文化界陈独秀啦、徐悲鸿啦等等人都是认为中国画的衰退就起于明清的尤其是董其昌等等尸骨等等，后面就是一个很大的衰退。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新的学者，包括万清丽等人都提出来，明清这两朝是文人画新潮的复兴阶段。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明清的时候呢，有大量的文人参与艺术创作。这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明清两朝很多文人画家已经商业化了。在扬州苏杭等地，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那么另一方面呢，明朝的时候的那个，尤其是后期，整个政坛、整个官场是非常恶劣的一个生存环境。所以很多文人他是决定不入仕，或者他在官场失意，或者他自动离开了官场。那么他怎么为生呢？他就靠卖画为生。所以这个时候的文人画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不只是把画画当作自娱自乐了最早在宋元的时候，像苏东坡倪瓒等人，就是强调他们文人画家跟专业画家区别，就是文人的画家完全就是为了直抒胸臆，就是自己画给自己看，自己高兴就画，怎么高兴怎么画
那但是到了明清两朝情况其实不一样，就是文人画家商业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向。但这个问题以前在美术史上就是研究的不是很深入，但现在有越来越多资料就是发现出来，包括文人画家跟他们供养人的关系啊，文人怎么样买卖他们的作品啊，等等等等，包括像郑板桥这类，我们认为郑板桥画竹出名的，认为是非常清高的不用人间造孽钱宁可画竹赚清白钱，够户口就够养家糊口就够了，也是有就是所谓的有很好的怎么样经营自己艺术身份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这是一些新的研究提出来的新的史学观点那么大家要了解的就是呢，明朝跟清朝有大量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呢画画，并且将画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就是文人画家的商品化。而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专业画家这里面我们就包括了宫廷画家了，专门为宫廷服务的很多画家呢，其实也慢慢在画风上体现出非常强烈的文人画家特点。这个呢，也是他们向文人学习，另外也是一种市场需求的一种趋势，对这种趋势的一种回应。那么在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幅画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宫廷画家作品。那么宫廷画家或者说专业画家在美术史上是很少留下名字的，经常都是看到就是佚名无名的画家，或者就是宫廷画家这个画家呢是在康乾两朝呢算是一个很牛的一个专业宫廷画家了叫徐阳。那么大家如果等一下如果再去展厅看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落款就是陈徐阳，所以这个落款都是谨小慎微。这张画他是画给乾隆皇帝的他是一个在宫廷里面专门为皇室服务的画家。那么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记录乾隆、康熙等等的主要的政治生活、政治事件，同时也要记录宫廷生活等等。那么这类画作呢，有一个特点，通常大家可以去看，就是画的比较写实、比较具体、比较细腻它不是为了自己开心自己画的，它是有一定的功能性作用的所以这类画我们也有时候叫它院体画院体画。那么徐阳的这件作品呢，画的是他自己的故乡苏州虎丘的夜景所以它整个的布置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山丘。但是呢，它整个的布局还是很繁复的从这个院落的入门口，从停泊的船只到进入到半山歇憩地方，然后慢慢到山顶的塔虎丘塔，到最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几乎看不见了，有一个月亮所以整个的安排经营都是很繁复精心布局的。那么它在这个画法呢，我们可以简单说就是工笔画，也叫细笔画，但是淡彩，工笔淡彩，不是工笔重彩等一下可以看到工笔重彩作品，这个大家就可以做个笔记，就是这类画叫做工笔淡彩作品。那么它后面的这个夜景呢，是靠渲染的就是水淡墨，然后加一点色进行渲染的。这个画法呢，我们可以跟那个陈宗瑞的画的月景雨雪那个狂风大作的那种夜景呢做个比较。陈宗瑞呢就吸收了不少水彩画的，所以你可以看见笔触的。他这个呢就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渲染的方法那么这个画家还有个特点，就是说当时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些传教士画家，包括郎世宁、莫里士等都供奉在内廷的。那么这个画家后来进入宫廷之后呢，在乾隆年间，乾隆16年左右吧，进入宫廷之后呢，他也向西洋画家学了不少更加写实的技艺，所以这个画家在就是写实能力上是非常强的，强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一下下面一张作品这个是他很有名的一件作品，就是《乾隆南巡图》他也画过《康熙南巡图》，他也画过《姑苏繁华图》。他呢，在清朝历史上地位就相当于宋代的张择端这样的一个地位，只有他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那种架构构图。那么这个《乾隆南巡图》呢，总共是有12卷我在这里呢就是随意放了一个，这个好像第2卷。那么
你可以看见啊，我介绍一下技法。这些楼台亭阁的画法呢，是传统画里面叫界画啊，就是专门画楼台亭阁它一种特殊的方法的，叫界画，大家可以记一下啊。那么然后这个是康熙皇帝啊，他出游的时候的那个随从啊等等的描述啊。这个画是12卷，有非常繁复，大家可以去故宫参观，有机会啊，它的复制品。那么这个是他好像要抵达苏州的时候。他的那个他的龙船上面啊，注意一下啊，康熙的尺寸比别人大哦，这个是画家刻意的，就是按照真正写实比例是不可能有这样尺寸，但是他要突出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他就要把这个人物刻意的放大。那么这张画你设想一下，你怎么能够画出这样一张景象？如果你不做速写，如果你没有拍照片啊，如果你不站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你几乎是看不到这样，你根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啊。所以这个景象呢，如果我们用现在透视来讲，就大概好比说你做了一个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你一路这样慢慢看过去，从远处从高处往下看，你大概可以看到这一路景象，然后把所有的景象都连接拼贴起来，你才能够画到这样一张画。你在任何一个实际的地理位置，你是不可能拥有这样一幅乾隆南巡图展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中国透视的特点，它的写实性不是在强调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几点几分，我站在哪里，我画了一张什么画，它是记述了一个整个它的观感过程的一个写实性哦。所以在这件作品中，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中国的所谓散点透视法或者多点透视法，这个是跟西方的画作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西方的写实就是说我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位置我看到的东西，我把它很具体很形象描述下来，这个跟这种画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画家他在宫廷中，他其实是在做一个什么位置呢？他其实就像个电影导演，当时是没有拍纪录片没有拍照相的，那他几乎就像个电影导演一样，他把整个这个纪录片啊，这个皇帝的这个那个巡行的这个出游整个事件啊，他把它非常真实记录下来。它里面的人物何止几百个、几千几万个人物，12卷画作里面，各个人物姿态不同，各个人物的功能不同啊，等等等等，包括一路的景色的变化，一路的器皿啊、房屋啊、船只啊、沿途的人啊，等等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工作。当然，他是主要的人，我们就觉得他就好像一个 artistic director 这样的，他还有一群小画工帮他做。但是你就光想一下这么浩瀚的一个工作啊，包括他最后做到出来这个成果，这个细致程度，这个丰富细致严谨的程度啊，这个繁杂程度都叹为观止啊，就很难想象在当时，没有照相、没有摄像等等这种先进设备的，或者没有那种叫什么飞行器上那种拍照的那种方式啊，怎么样它能够呈现出这样一幅作品？它要有多强的一种记忆力，还要有多强的了解生活、对各种地方、对人物场景那种细腻的观察，他脑子里面才有这么多视觉形象可以让他来充实这整个画面啊。这件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但是就是说，宫廷画家就是在历史上留名的很少，这个是比较少数的一个啊，徐阳，但是也不是说美术史给他非常高的地位啊。所以这件作品非常难得，在秀海楼的这个藏品里面，虽然它不是一件大作品，但是，整个这个画家的这个能力啊，写实能力啊，视觉表现的能力、技法等等，都非常充分的表现了出来。好，这个蓝鹰啊，蓝鹰呢，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呢是一个专业画家，但是他有文人画倾向，他很多风格其实跟文人画画作品也不能够，也没有很大区别。那他是杭州人啊，所以当他们就把他叫做武林派，因为古代杭州称为武林。注意几个技法特点啊，这个作品是没有皴法的，等一下我会介绍是什么皴法，基本上是勾线为主的，然后加上点染啊，看到没有？点染为主的。然后是画在绢上的，这是几个特点。整个作品基本上又有几种卷法：浅浅的渲染、勾勒山、勾勒石，树枝上面包括山石上面都有点染的小点子的这种点法，完成整件作品的啊。整件作品呢是很透气的，就是你看了不是很闷
啊，然后那个层次、黑白前后搭配都安排得很好啊。这个是蓝英的作品。这件作品呢要稍微介绍一下，它有个技法点，这个技法就是唐朝的时候开始出现的一种青绿山水，这个呢是小青绿，就是说青绿用的不是说很重，渲染的层次也不是很多的。那怎么个做法呢？勾线，然后淡墨浅浅的染好之后，最后绕上青绿两个颜色。青绿两个颜色怎么分辨啊？这个有时候大家有个误会，实青实绿，在这里呢，实青是这个颜色，实绿是这个颜色，对不对？对，就是在中国，青色其实不是现在说的绿色，是有点偏蓝的。对不起，我刚才说错，这个是实绿，这个是实青啊。然后青色呢是比较是蓝里面偏青，有点像蓝绿色的。那么这种画法在唐朝出现以后呢，就慢慢变成一种风格化、城市化的东西，就叫做青绿山水了啊。主要就是用实青实绿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呢，在陈宗瑞的展览里面，他用的山水画里面，实青实绿也是有用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他没有画青绿山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记住一下，就是古代这个青并不是现在我们指的绿色的青啊。天青色，有时候我们说宋代的瓷器天青色，它其实是一种像刚刚雨后那种天有点淡淡蓝那种颜色，也叫天青色。一般古代的青呢是指蓝绿色啊，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因为它有点绿色的倾向。那这张画熟悉中国画人就很熟悉了，那个宋徽宗的那个画院的一个很天才自动的年轻画家王希孟，去世的时候是23岁，画这张画的时候是18岁啊，《千里江山图》啊，就留了一张画下来，但是一张画就足够了。那么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青绿山水啊。那么大家可以再分辨一下，这里面哪一个是实青，哪个是实绿啊？实青实绿这两个颜色。那么它呢，就是用的颜色比较重了，就不像刚才那个就是叫做小青绿山水啊，这个就是画的很重，通常有时候还要加金粉啊，底子上还有做金粉。所以这张画也有长12米的《千里江山图》，用的方法也是一个散点式的透视方法啊，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包括《清明上河图》啦，包括这个徐阳画的那个《乾隆南巡图》等等，都是一样的透视方法画的。整幅作品长达12米。那他也是个宫廷画家。那么现在我们就讲了几位是就是专业画家，宫廷画家也包括在专业画家里面。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文人画家的表现啊。这个就是文人画家陈洪寿的作品啊。这是一件我个人觉得非常难得的，在这个收藏里面的啊。陈洪寿呢，大家都是知道他是以画人物见长的，而且陈洪寿以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物画家，一直到现在，你都绕不过陈洪寿这个人物。你要画人物画，你都会访过陈洪寿的作品啊。他最出名的就是《水浒夜子》嘛，画了40多位水浒的那个好汉的形象，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再去研究一下。那么这件作品呢，是陈洪寿的一件花鸟作品。陈洪寿的花鸟作品呢，有一个特点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或者去画册翻一翻，它的很多花鸟后头都有画岩石的啊，然后出来一株梅花啦，或者一株桃花啦，等等的，它经常是有这样的构图的。那么这张画也是一样啊，他画了很多的笔墨去描写石头、岩石。然后呢，描写这个老梅树干的这种遒劲啊、古拙的感觉，然后再画了几株梅花，就完全能够体现出来，就是这株梅花是生存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中了，凌寒独自开这样一个环境中呢，一枝梅花不是在温室里面的花朵。那然后后面留了大量的空白。所以大家就更能够感觉出整个环境的这种凄清旷远啊！所以突然之间，刹那之间，你就觉得这枝花是有生命、是有性格的。那么这个性格跟生命的表现和怎么烘托出来呢？靠线条，它的这种线条的这种曲折感
陈洪寿有很多表现线条的时候，刻意强调这种线条的曲折感，包括这个枝，这种曲折感，它就可以体现出一种个性。那么这个花又怎么体现出来呢？花跟这个岩石跟树枝是用不一样的画法的，花是用墨骨法的。什么是墨骨法？就是不勾线条的，不勾勒的，直接就用墨表现出来的啊。墨加点水，根据浓淡变化表现出花朵。所以在整张画中面，花朵其实没有几朵，可是还是会在整个这个线条里面脱颖而出的形成一种对比关系啊。整个构图也是非常特别的，所有的重心都在下方，但是就是这样上去一个梢头，它就引出无限旷远跟幽深的一个境界，就给大家很多遐想空间。这个是很典型的中国画留白的一种方法但是留白要怎么样留得好呢？注意一下，大家看一下，要注意这些地方往往在这些地方的线条跟图像的精致性画的恰到好处才能够烘托出后面这块留白。你如果这个地方画的不好，你这个留白是不太会出来的，别人是不太会感受到这种意境的这个是陈洪寿的。那我们看一下他很典型的人物画，这张画是在檀香山美术馆的他画的那个近代的诗人陶潜一个隐居后的形象一般陶潜人家画陶潜可能都是在采菊啦，什么采菊东南下什么，他画的这个形象也很特别的大家注意什么？陈洪寿的线条这张画你看线条可以独立欣赏的，它的线条呢，一般人家会怎么描写它的线条？细圆劲挺，很圆润很细，但是你又觉得很有骨架，很有骨在里面，很有力量在里面，细圆劲挺所有这些线条，你慢慢观察的话，你觉得它会有一种像图案的感觉，这些线条本身就可以够你欣赏的了这个是它线条的一个特点。现在的人物画家要达到这个水平，千难万难了你可以画的细，你可以中锋右笔，你可以画的很圆，你怎么能够画的很劲健、很有力，还是有骨气在里面？这个难度非常的高这个呢是个画家，不太出名的，也是一个靠卖画为生的，自卖画为生，叫魏之煌是明末的。他呢也算是个专业画家，但是整个明朝的时候，就是文人画家完全主导整个画坛的，大家都希望画得像文人画家。他这个画呢也非常有文人气息的这个方法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如果没有勾线的这个是什么方法？大家还记不记得了？就现场考一下。墨骨这个就是墨骨兰花。你看现在这样看过之后，回去都可以讲出个1、2、3来了这个是不勾线的墨骨兰花画得非常好，小小一张扇面。为什么说好呢？层次感所谓墨分五色，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你用墨的时候要有不同的深浅浓淡，不同的质地上的层次感。这件画就是有层次感的深墨浅墨，不同的灰墨包括有些地方断笔的时候的那种干墨，包括这边相对比较湿，放大可以看到这些浅墨都比较湿，这边相对比较干，所以它整张画是布满整个画面的兰花跟其他的那个花草，但是你不觉得很乱呢？你觉得满目就是那个兰草在飘逸满目就是花草摇曳那种很美好的一种境界这张画虽然是个工匠画家画，但是充满了文人气息的，这是明末的很典型明末气息张画。另外呢，这个金色在这里反映不出来了，这个呢是种红金底子。红金底子的就是在明末的时候，在明朝的时候有这种做法，就金里面有泛出红色来的，这种做法基本上已经失传了，所以这变成一个断代的，就是书画鉴定断代的方式。但是也不能完全作数，因为你清朝人拥有这种红金的扇面，他也可以在上面画这个只是说有一个给你一个参考吧但这张画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整张画这种花枝花鸟摇曳层次感很清楚很潇洒的一种境界这张画呢也要介绍一下陈传扬州八怪大家可能听说过，扬州八怪其实不只是8个人啦，他只是大家代称而已。他基本上有15个人了。陈传呢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他一辈子呢都没有入仕，都没有当官，都是在做有钱的这种富贵人家的门人就帮他们家里可能是
搞一些艺术装修啦，教他们家的子弟啦，文化啦、艺术啦等等方面，就是个门人。那么他就有很多时间就生活在扬州一带。那么这张画呢，就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考题啊。一个呢，就讲一下，就中国的画那个花鸟画啊，尤其画梅花、桃花这类画，有一种方法就是画折枝啊，他没有交代这棵树的，他就是交代一枝啊，这枝是采下来的还是插在瓶子里的，他不交代这个事情，还是长在树上，它就是属于折枝啊。那么这次画，大家有一定的那个中国画的鉴赏能力的人，能不能看出这张画的它的特色在哪里啊？有一个特色，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墨骨法，是吧？墨骨我们介绍，这个基本上都是墨骨的，花朵都是墨骨法的画出来的啊，没有勾线的。那么还有个特点，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啊？考一考，现场，我就顺便喝口水。留白，中国画都会有，通常这些画家都很重视留白。那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够看出来？谁看出来就大声说出来好了。对，这个画就是有个特点，一般你就看了一个什么红梅图啦、朱梅图啦，或者是墨梅图，很少有一张画上出现一枝墨梅、一株色梅，一枝墨桃、一枝色桃的啊，是这样的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构图啊。然后你看两只都是这样从下面伸出啊，然后互相辉映，相互辉映啊，墨桃衬色桃，色桃衬墨桃，互相辉映的感觉啊，就一张画马上就格调就不俗气了。然后当然大家可以注意这些留白了，你感觉好像有空气在流动，在花之间流淌的，灵气十足的。那么这种花碧桃，碧桃稍微介绍一下，一般桃花就是五瓣的嘛，五瓣桃花，碧桃呢是多瓣复瓣桃花，现在都统称叫做碧桃了哦，它不是绿色的桃花哦。看一下这个就是多瓣的，看到没？它就是五瓣上面它又会生出五瓣这样的，或者多瓣比较密密麻麻，这种就统称为是一种转异化的一种桃花的品种，就统称为碧桃了啊，是这样。包括这个上面的一些呢，像这朵，也不只是五瓣，它后头还有看到小小的花瓣侧面啊，看到一下，这是复瓣桃花啊。这张画也是这张画是很典型的很简洁啊，简淡脱俗，很清新的文人画的画风啊。这个是扬州八怪里面的陈传。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想介绍一下以前画这种花鸟的很牛的人啊，南宋的杨无咎啊。前阵子我刚刚去苏州博物馆看了那个故事收藏展，就有非常棒的这个杨无咎的那个梅花哦。那么你看这个画法跟前面又不一样，大家注意到风格上区别没有？技法上，我回去给你们看一下这张哦。你看出来没有啊？前面一张枝感相对画的比较轻，花瓣落墨比较重，花瓣是墨骨画法，枝感也是墨骨。那么这张画呢，花枝画的比较重的墨骨画法，但是那个花瓣画法是用勾线画法的，单勾的，勾出来就衬托出这个单勾留白，衬托出这个花瓣的洁白，梅花的花瓣洁白，是这种画法。这种画法其实是在写意画里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现在很多画梅花什么都是用这种画法的。那么再顺便讲一下，就是中国画法那个技法入门里面，就是一般来讲呢，在那个芥子园画谱里呢有梅谱的。那么梅花就代表了一类型，包括桃花啦、杏花啦、梨花这类小瓣花的一种画法。你会画了梅花了呢，你基本上桃花、杏花、梨花，其他这些小瓣花，你变一下它的形状，你基本上都能够拿下来啊，是这样的。所以它里面就是有梅谱，所以你就是教你怎么样画这一类画的方法啊。那么然后兰谱就是你兰谱画了之后呢，你基本上这种长叶子这种蒲草啦、兰花啦这些的表现，你基本上就能够掌握了啊。
他不可能把几千几百种那个不同的花草都在一本技法书里面呈现出来，他就归了几个类。好，那我们刚才就讲到了这个把明清这部分讲完了。那为了大家记忆还新鲜，如果明清这部分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就现在提问，我们就解答了，我们就开始讲海派、岭南派了。前面这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是吧？那我们就讲下面了啊，海派。那在这个秀海楼的展览里呢，我们是非常明确的就把海派跟新加坡的水墨联系起来的。作为就提出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提出这个观点，就是说新加坡水墨的这个从技法到学习方法的一个溯源的话，基本上是以海派为根基的啊。为什么呢？就是新加坡的大部分的画家基本上都是在上海求学的，包括陈文熙啦，包括范昌乾啦、陈宗瑞等等啊。虽然岭南地区离新加坡比较近，但是新加坡画家因为在海派受教育，什么比较推崇学习的技法也是海派画家的为主吧。当然也有受到岭南画派影响，包括像那个陈文熙作品里也是有受岭南画派影响。那么也很有意思，就是秀海楼藏品里面也是以海派为主的啊。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秀海楼的几个要好的朋友，杨启林老先生几个要好的朋友，像陈宗瑞啦、陈文熙他们都是海派的，这样传承下来，是不是受他们的影响呢？这有一个可能，这可能是个背景原因。那么还有个原因就是海派到了20世明末清初就承继了扬州画派的那种繁荣。我们刚才讲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是苏州吴门画派跟到清朝扬州那两个地方是画家的一个聚集地，就是它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有很多富人都在那边有庄园等等，那么画家也继续在那边从事他们的创作跟买卖。那么到了明末清初，上海开埠之后呢，就整个那个经济发展的重心就到了上海，包括到后来有这种西方的什么资本进入啊，就上海就很快成为一个大都市了。那海上画派就在这个环境中慢慢形成的。它其实可以追溯到之前的那个扬州八怪啊，甚至到苏州的吴门等等。那么海派这些画家在上海形成，就是有很多的画家在上海。那么海派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较笼统的，不是很精确的描述，就是融汇古今，雅俗共赏。融汇古今，当然它中国画有个传承问题啊，它可以上溯到扬州，上溯到吴门，每个画家都可以再追溯到再往前追溯。那么雅俗共赏是为什么？就在整个上海那个环境中，尤其是到清朝整个灭亡之后，就是真正的那个艺术的供养人跟赞助人已经不是士绅阶层，也不是皇族了啊，他们已经基本上都没落了，没钱了。那么新兴崛起的人就是工商业资本跟工商业阶层跟市民阶层。那么这些人成为艺术的主顾。那么在这种环境中，包括西方的一些艺术啊，包括西方杂志啊，上海那时候也有这种年历片啊、美女画这些都出现了。它整个的审美环境其实在悄然的产生变化，在转化。所以上海画家、海派画家也在他们作品中体现出对这种东西的回应。那么可以比较简单的概括成2点，第一个是在题材上面呢，就有很多越来越多种大量的那种吉祥的题材，比如说贺寿啦，就用仙鹤啦，或者是寿星啦，那个灵芝啦，鸳鸯啦，很多那种佛教题材啦、神仙题材、八仙啦等等这类题材的作品。花鸟经常都是富贵牡丹啦、岁朝清供啦，这些作品就是海派画家画了大量的，这些显然就是有市场需求。还有个就是视觉张力的扩大，就是说当时的人们看了有很多更多电影进来了现代的杂志啊、印刷品进来了，人们对那种视觉的感知能力要求更高了。像以前我们看到小小的一个扇面、一个手绢那种很清淡的东西，几个人一起看赏玩东西的那种视觉冲击力，可能对当时这些市民阶层啊、现代人已经觉得不够了因为你想象一下。新兴的杂志，你想象一下电影啊，想象一下这些东西给他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所以整个海派画家在他们的作品上也有一定的反应尤其是四任啊，尤其是吴昌硕他们整个画面的那种视觉冲击力就很不一样。那么也很有意思的，就是
杨启林老先生，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工商业的人士嘛，他是当时50年代之后也是本地的一个潮商的一个领袖嘛。那么他其实在审美上的一些趣味，其实跟上海的那些新兴起来的工商业阶层的那些人士趣味其实是有暗合的地方。就是说，比如说他有很大，屋顶很高的那些大厅，所以他希望的作品就是比较大幅的，那么视觉上的颜色的视觉比较鲜明，视觉冲击力比较强的。那么它张挂在大厅里，有时候它宴客啊、会客啊、雅集的时候，都有很好的一种气氛效果。那么当然，他也很希望他是经商的嘛，那么又是大家庭，那么题材上面他也有这种对题材这种吉祥寓意啊这方面的要求，所以这些都是暗合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他选择收藏海派作品是大量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画家跟整个画家并不一定真的会去关注美术史，但是画家绝对会去考虑关注他自己的观众群，他的画是给谁看的，或者他的画是卖给谁的，谁会对他的作品喜欢，这个是画家肯定会考虑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开始讲海派前期比较重要的4个画家4任第一个任熊，去世的很早的，但是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画家这个他也是什么题材都擅长的，花鸟山水啊、人物等等。那么这个画作呢，就介绍2个技法特点这个我们应该基本上可以把它归为工笔淡彩不是重彩因为它染色染的不是那种金碧辉煌，颜色很敷衍的一个呢，勾线的方法叫做钉头鼠尾，大家去那个展厅可以看一下那个头呢，就是好像一个钉子的，有一个好像顿点的，结尾的地方呢是很纤细的这种是18描，中国传统人物画有所谓的18描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更详细。这个呢就是典型的钉头鼠尾描的画法。那么然后在这个人物呢，观察一下一般我们讲那个西画的时候，人物造型我们中国或者亚洲人可以达到比例是一个头1:7的比例就是算正常比例，就是你的头的这个高度占你人身体的1/7了。那么洋人可能有8:1啦，1:8那种。那这个它就是比较超越了就是实际的比例，就是故意把这个身子拉得很牵长的体现出这个女的修长的体态。也因为这种修长体现，它更能够体现出它这个线条的飘逸线条这种流畅感也更能体现出这个线条美，也能够更加完整、更加舒展的体现出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这个人体比例按照正常比例，大概到这里结束了，你根本就不可能体现出你这种线条的这种感觉来的那么然后是溜肩的效果的。那这里要讲到一点，这个画家虽然是个专业画家了他就是以卖画为生，很小就卖画为生，带着他的兄弟，但是他的格调非常高雅的。当时在上海那种月份牌的画啦，那种挂历啦、年画啦，已经是很多了，而且很多美女都画的，就是说可以抄一些西方的美女或者等等的，他就已经画得很艳俗了。但是这张画，这个任熊的这个仕女还是有一种高古的气氛。我们讲高古，就是有一种很古代的一种，维持一种很古代的格调。古代格调高古通常的意思其实就是格调很高很清雅脱俗，而且整个这个女性就是虽然很美，但是很庄重，一点都不浮躁也不媚俗的一种感觉，她整个还是很庄重的所以这张画是一个很难得的一张佳作。那然后看一下这个任熊的弟弟任勋他们一家人都去世都很早，都是英年早逝。任勋也是好像活到40多岁，好像就去世了那么这个是他中年时候的一件精品，花香鸟语，我们也用这张画给他做了一个重点。虽然任勋在4任里面不是一个最杰出画家，也因为他去世早，但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件作品强调出来，然后又做了一个重点？一个可以体现出，就是说审美情绪的一种转变，在这张画中转变是颜色很鲜艳，但是艳而不俗，这个是海派里面精品的一个特点当然不要去讲那些很普通的应酬作品。那么这个作品也是杨老先生很喜欢的一件作品他经常在节日或者有比较重要的日子，他会6幅拿出来悬挂的
就体现出20世纪开始一种审美趣味的一种转折啊。那么这件作品呢有几个特点要讲一下啊。任勋呢他是不但是善于画画，他还是一个制园高手，就是说他曾经在苏州那边帮有钱人啊设计园林的。他跟苏州刚才我提到那个顾文彬顾氏家族啊，最近顾氏家族一批收藏正在苏州博物馆刚刚展完，这个家族的艺术收藏品位是相当高的。他们的园子在苏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园子。这个任勋呢跟顾文彬的儿子关系很好的，他是帮顾家设计园子的。那么他设计园子这种布局山石、布局植物花鸟的特点呢，在这张画上面其实是一览无余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地方啊，不太可能是个自然的一个野生的环境了。这个你更觉得是像在一个有钱人家一个庄园里的大园子花园里面的哦，它有太湖石啊，它有奇石啊。然后呢，它有一些很真情的真情。那么这张画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关注一下，我说它是没有景深的。我在说吴冠中的作品，我也说到过这一点。这个画是没有景深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没有从前景到远景啊，一个渐进过程。你没办法说我有一条通路哦，我从像西方画一样通进去这样。但是呢，它是有前景、中景和远景的，它是有层次的，但是它是没有景深的。它有第一层景，它有第二层景，它有第三层景，它是有层次，它是景物是互相穿插的。但是它不强调纵深，它强调层次，每一层的景。花跟鸟跟石和草互相映衬，体现出这个空间的层次感。它是靠这种方法的，它不是靠那种定点透视，通过一条小径啊，通过人物近大远小的描绘啊，通过虚实关系处理，把这个景深感画出来。它是通过不同的层次。吴冠中画里面有这个特点的，前面是一排树，后面就衬上白房子，然后在后面再衬上山，他就把这个层次感一层层推进去了。这个画家也有这个特点的啊。那么他的具体的技法上面呢，刚才说的几种技法都有说到的。非常精彩的墨骨法，画这个柳树的是不勾线的，直接掺水掺墨，可能还掺了点掺水掺色，可能还加点淡墨，画的这种春风吹拂的这个柳树的感觉，墨骨法。那么它这种画法呢，我们叫做兼工代写，就是它有一些地方它有勾勒的方法，稍微进行一些渲染，那就是工笔的一种画法。然后它有这些东西的刻画呢，勾了线、涂色。然后画这些墨叶呢，它是一种小写意的画法，还不是大写意。大写意就更加奔放了，它可能花朵都不勾线了。吴昌硕的话，等一下就会看到，就大写意，这种就是一种小写意的画法。另外一位诗人中，另外一位最杰出的任伯年也经常用这种方法的墨骨勾勒结合的兼工代写的一种方法。那么，然后在整个画面中呈现出来的，除了层次感，大家还注意一下高低起伏的感觉。贯穿，所以你的视线是一直在动的，然后互相之间有关照的关系的然后注意一下留白的关系这边是很密的，然后这边就会空经常会在一种平衡跟不平衡轻跟重这种关系中在玩一个游戏，最后呢。等你通篇看过去，它又取得一个很完整的平衡，就是说整个作品你看起来是很富丽的，而且但是同时又很清雅的，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是这样的一种，所以这是一张非常是他体力很好，眼睛也很好各方面都精力很旺盛、很弥满的时候创作的一件佳作任勋。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4人里面最重要的一位，也是活得不是很长了59岁好像就去世了。最具天分的海派早期的一个主要画家就是任伯年任意也是山水人物花鸟全部都能够画，而且样样都画得非常精彩的，一出手就不凡。然后他早年呢还学过一点这种西画这种。擦影就是学点，就是照片上面怎么样
给人家加工西画照片，所以他会一点点西法的，所以他的造型能力就比同期的画家更强。然后他又吸收了很多版画的民间艺术啊，尤其是苏州桃花坞的木刻版画，所以他的这种人物形象具有这种木刻版画年画里的那种味道。注意一下他的那个线条，他的线条是简笔的，基本上简笔法是从另外他之前的画岩也是扬州八怪里的一个很杰出人物画家画新罗那边出来的，简笔就相对笔法比较更加简练。你可以现在回想一下陈老莲刚才那张陶潜的那个画上面，那个笔线更加繁复。然后他呢，笔线上呢，也是基本上是有钉头，后面呢就不尾巴就不讲究顿挫的他也是从钉头鼠尾描里面出来的。刚才陈老莲那个呢，就基本上是高古油丝描，线都是中锋笔线很细，从头到尾基本上用的力一样，所以画出来线条都是很匀的。那么这个他肯定是在头上面是用力的了，然后尾巴上还就刻意放松的。但是他有一个更加他自己特点大家注意到没？这个就是我们看画的时候看这个技法，就自己研究的时候就能够研究出来，就是他是钉头鼠尾，跟他的那个应该是远房的叔叔吧，刚才是任勋我们看一下任雄，他也是钉头鼠尾看一下有什么区别吧。任伯年的也是钉头鼠尾里面出来的，但是线条的质量跟视觉效果是不一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特点不一样？特点在哪里？注意一下这些地方，中间部分还是以圆润飘洒为主的。任伯年的线条很多转折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很多顿挫，很多转折，他把长线条分成了很多这种顿挫感、转折，看到这里吗？这个就成为它的一个特点了。在这个特点上，就视觉冲击力更强，然后它这种线条特点里，让人家感觉到很像篆刻，我们就要讲金石为。你刻章的时候那种力度跟线那种力量，刚才那个线更加圆润，它这个线就更加劲挺。就更加有力，好像像刀刻出来的那种感觉，用力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就最后出来这个效果，这个线画的相当精彩的就这个线条本身你变成又可以作为一种欣赏这个宽袍大袖线条整个本身的欣赏。但是这个人的厉害就是他在这种线条上，他创造他自己的一种风格这个就变成一种很强烈的一种任伯年的线条的形式感。但是因为他有很好的写实功力所以他那些就是在衣服扣在身体上那种线条全部都是抓得很紧的。怎么说呢？比如这种线条贴着脖子的，到这个地方一定是贴，这种线条不可能是松的，一直贴着肩胛骨的这种线条，然后到这个地方出来手的这个地方，这种线条它都是把得很紧的。那这种地方它可以进行自由发挥，就创造出，因为这种地方是宽袍大袖嘛，你皱褶的这种安排逻辑你可以更加体现出你的美感。但是有一些这种紧扣身体的，包括脸部的线条这些线条它都是抓得很紧的这就体现出这个人的造型能力是非常强的。他的写实作品人物就直接影响了徐悲鸿其实徐悲鸿的人物画改革是有范本的，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在写实跟怎么样再能够继承中国画传统非常精彩的线描上达到一个平衡。那徐悲鸿其实在线条上的质量还是达不到任伯年这种水平的。我们迟点可以看徐悲鸿的作品这个是任伯年另一类画法了。这个画法在前面这张画中，我们主要欣赏的是它的线，是不是在这张画我们主要欣赏的它的用色用墨。那任伯年主要创造了一个自己独特的墨骨法，就是把墨跟色跟粉掺在一块直接落笔。那么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呢？就有点像水粉，有点像油画，那个视觉上的效果颜色就更加丰富，更加厚重，然后远看的效果就更好。这个也许就是说他在上海受到其他这种西画的影响给他间接的一些启发这种特点呢，在这个描写孔雀的这个尾巴这块羽毛开屏这个地方，
这些颜色的分布啊、层次，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表现得很明确。这个也是很典型认识的一种墨骨法掺墨、掺色、掺粉有时候一起掺在一起就一起下去了最后出来的效果就颜色非常丰富，我们感觉像平面画的效果又有点觉得像西方水彩油画里看到的那种颜色上效果。因为不可否认，中国画在传统的那个颜色的那种视觉上那种吸引力其实是不太能够超过油画，因为文人画都是浅淡的，就稍微染一下色那么这个任伯年在这方面就有个很大突破。这些的颜色以前应该是很鲜艳的，只是因为这植物性颜料就退化掉了，但是矿物性颜料石绿这些颜色就还是很明确的这个石绿的颜色还是保持很久的。像敦煌壁画里面这种青金石磨出来的那种石绿石青的颜色，到现在矿物质很稳定，都能够保存得很好。这个话有些地方就已经不行了。那么这个画呢也看出来，就是当时题材了绝路是鹤是什么意思那么绝就通雀了这个孔雀就往往就通，就是指示就是那个当官官爵爵位。那么禄嘛就是财禄就是俸禄做官的薪水。绝路是鹤就是爵禄，就是官位那个俸禄都是一种恩惠那么这个画肯定是有人请他画的了请他画了，可能去送给那个提拔他做官给他提薪水那个人，也很多是这个可能或者是有某人中了官了钱加薪了，那么人家去贺他，也有可能会有这个题材作品出现的那么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另外一位海派的画家，所以这里又延续到我们在明清时候讲到，就是专业画家跟那个文人画家，他们互相是相辅相成、互相渗透的关系。那任伯年刚才讲的那3任，我们讲了3任，还有个4任，任昱是那个任熊的儿子，我们今天就不讲，因为他作品比较少，死了更早。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展厅里面也有他一件作品，山水作品，大家去可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海派的前期呢，是以专业画家像这个任伯年跟这个任熊、任勋是很重要的画家。那么后期海派的巨擘就是这个吴昌硕了，他是典型的文人画家他在清朝是做过，清末的时候是做过一个很小官的，后来也不做了，就专心就是搞他的金石。他最早应该是以金石书法是作为专攻这块的我想上个星期那个陈亮在讲书法的时候已经讲过，我不多讲。我在这里讲一下，就是说他自己说他在50岁之后才开始绘画创作，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他50岁之后呢就开始也钻研，把这个把绘画也作为他的主项了，而不是像前期这样只是专心制印跟那个诗文，还有包括是那个书法。那么他画画呢，其实任伯年呢也有鼓励他，也有指导过他一下的，所以他们文人画家跟专业画家在海派其实已经是融汇了互相扶持，也互相影响。那么他呢，经常我们在看到描绘吴昌硕画的时候，就是说以篆流笔法啦，以金石笔法入画。那么他的书法呢，就受这个石鼓文篆书远古的这种书法影响很重的，都是中锋用笔的。然后他的这种笔法就引申到他的这个国画里面去了，所以他的笔法就基本上都是中锋用笔的。那么这个呢，还不是说他最老的很成熟，这个也可能因为有几张画他还在用俊卿吴俊卿，那就是相对还年纪还轻一点。他到了后来就用很多就用那个老否啦，什么老铁啦，就用其他的名字更多一点，用俊卿还相对早一点。那么这个画中已经体现出它的特点，它的画构图经常是从一角开始往另一角伸展，而且都是扭曲纠结的这种方法，藤枝感有一种扭曲纠结的感觉，缠绕的感觉，然后动势比较强所以他的画就有一种雄强霸悍的感觉，构图上雄强霸悍。然后用笔墨，因为这个人书法实在太厉害，所以一出手就不凡了。所以他的那个墨法跟他的织法，主要是靠他的书法根底撑起来的。他虽然不见得说受过长期的花鸟画训练，但是
人家一看，哎呦，这个笔墨实在是太好了，这个是书法里面已经是多么炉火纯青的笔法，这个就变成欣赏这个画一部分了。那么它的花，它这个是典型大写意了哦，你看它都不勾线的了，它就是直接就是画花用直接是墨色上去。那么它的画特点呢，就是它在跟这个墨色对比的情况下，往往把花画得非常鲜艳。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花的颜色了。那如果是他画完之后，肯定还是要比这个鲜艳。而且他呢，应该据说是头一个开始用西洋画的颜料啊，掺到中国画的颜色里面去画花的。那就所以就使他的画的视觉冲击力更强。我刚才前面就提到过一点，不管是专业画家也好，文人画家也好，海派画家，都在视觉冲击力、张力这一点上都是有所反应、有所思考的。他用这个西洋红，就是觉得西洋红就比中国画那个植物性颜料要稳定，而且颜色鲜哦。那么这个颜色西洋红呢，就是那个英文通常这个颜色这个红我们通常叫 sienna， 那么后来就翻成叫西洋红。西洋红，中国画家现在在用，还叫它洋红。洋红，这个洋红就是吴昌硕很喜欢用的这个颜色，叫洋红或者叫西洋红啊，就颜色就明显就比较鲜的，颜色也比较稳定啊。这个就是它的特点。构图上哦，从一角往另一角倾斜，有很多扭曲纠结的这种感觉。然后用墨都是金石出现的，中锋用笔的，非常雄强古拙的用线条，整个画面视觉张力很大，很霸气。然后花朵呢，又跟它的线条有一个平衡作用，花朵往往画的比较鲜嫩，比较饱满哦，水分很充足，这个是吴昌硕画面的一个特点。这个吴老先生作品也是杨老先生很喜欢的。那么这张作品呢，是吴昌硕送给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他一个主要的赞助人，也是他一个也算是义师，也算是半个徒弟吧，叫做王一婷的儿子王继梅的作品，贺王继梅结婚的时候的作品啊。这个王继梅从10岁开始就跟吴昌硕学画了。那么这个王一婷呢，也就是这个王继梅的父亲呢，对吴昌硕是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王一婷的作品啊。继梅侍讲呢，侍讲的意思就是说是他的同辈的小孩，就叫做侍讲啊，就继梅侍讲，贺继梅结婚的时候，所以题材也是非常有吉祥寓意的，就是多子图嘛啊。16就是很多子在里面嘛，荔枝就是吉利嘛，就是多子很吉利，是这样的一张作品。这个也是很典型的。然后吴昌硕还有个典型特点，就是题目用篆字的，然后他的那个书法是用行草的，然后是我们叫一炷香，好像点香这样是直落下来的啊，贯穿整个画面的哦，一炷香是这种题款方法。这个呢，就是刚才我讲的王一婷啊，这个人也很有意思的。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工商业，上海日清传业日本公司，日本的大阪株式会社在上海的一个买办。他其实当时做过2次的上海的什么中华总商会的那个会长的，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工商业的大实业家。海派能够有这么大的名声啊，甚至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力。吴昌硕在日本的影响力也很大的，都是由他的这个推动啊，是密切相关。他可以说是吴昌硕的这个艺术生涯的一个贵人啊。哦，那么他自己呢的艺术水平呢，我们在讲海派的时候，我们讲了任伯年，讲了吴昌硕，我们就要讲他了。就是说，这个人的艺术水准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完全是一个以职业画家、艺术家的范畴内在评论这个画家的，而不是说是一个玩票性质的啊。那么这件作品呢，初看起来平平常常哦，但是风格特点一目了然。怎么风格特点一目了然？比吴昌硕更加粗犷，是不是啊？更加是大写意。你看，直接用很重的这种湿墨就画了这个叶子，然后趁墨没有干的时候就用很粗的中锋笔线勾出了这个叶茎，画得很粗犷，是吧？但是落笔非常爽快，没有犹豫，胆子很大。那么他也跟任伯年学过的，特点在哪里呢？这些算是野鸭，是不是啊？野鸭啊，这些画法全部是从任伯年来的，就还保留了一些小写意，就是说在这些画鸭头啊、羽毛这些啊，还进行一种勾勒啊，比较细致描绘。
那么就形成了一种粗中有细粗细兼顾的这种效果，而且层次非常好，浓重的叶子，但是把白莲花勾勒出来，用勾线勾勒出来，然后呢用小写意的笔法，相对比较精细的勾勒出鸭子，每个鸭子都不一样哦。花鸭它是用点字法的，湿墨白鸭子是勾勒出来的，包括水线是用线的，然后再演出，所以整张画点线面呢层次穿插做得非常好的。这样讲了之后，可能你就会觉得这张画还不错。看完这些细部，然后再看整张画面，给你一种什么感觉？酣畅淋漓，落笔大胆肯定，一气呵成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他作品里一张佳作来的，而且尺幅很大。王一婷这个还是王一婷。这个画就很特点，就很粗犷，是吧？然后这些笔线，我们刚才看过了那个谁的笔线了吧？看过了那个任伯年，我们再看看他，又有区别了吧？是吧？直落金石味很重，像刀刻一样粗犷的笔线，但是它不是说没有变化的哦，它有粗线跟细线，它照样变化，而且它的线全部是干笔的，所以它最后会制造出很多这种的效果，我们叫飞白因为它的墨很少嘛。笔很干嘛，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效果，所以整个笔线也是很泼辣，我们叫老辣这种效果。然后它整个头发的画法是乱蓬头，干墨画的，怎么人家说怎么这两个怎么和二仙怎么长成这个样子了？他说他这个王一婷这个人50岁开始就是在念佛他画的那个佛的样子都跟他自己本人都有点像的据说是这样。反正他的整个画风，就你可能如果以画如其人，如果画如其人这句话是设定的话，那大概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人是很豪爽、很落拓很不拘小节，一个性情中人那种感觉，又很洒脱，但是又绝对大胆果敢的这种很有魄力的那种感觉，应该可以从他的这种线条里面能够体现出一二。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来讲说，我们把海派跟新加坡本地画家直接联系起来。那曾经还有人说过说，为什么要说这个范昌乾是这个吴昌硕的再传弟子意思说这个是不是牵强附会？这个不是牵强附会。一般我们讲中国画的线条，中国画程式很多绝对都是有来历的。它就像一个基因这样，你看谁的东西，你通常都会发现，他是师承是谁的，他学过谁的，他临过谁的，包括书法。那么在范昌乾的这个画里面呢，你就很明显的看，就是很正宗的海派的一种传承关系。那么范昌乾呢，应该说是在整个新加坡这些水墨画家早期画家中，应该是比较完整的学过海派的山水人物花鸟各项的。那他在昌明艺术学院是专门又进修了很长一段时间水墨。那么他当时昌明艺术学院呢，好像就是王一婷办的。那么他直接的老师就是王各仪了。王各仪呢，就是吴昌硕的女婿，那么也是吴昌硕一个比较正宗的嫡传弟子。那么他就是王各仪的老师，王各仪的弟子。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师承关系，他是很正统正派的吴昌硕的门下的弟子了。我们是从这个美术史的角度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你只有讲清楚之后，你才能够发现范昌乾的笔线为什么跟就是海派的画家，包括后来很多海派画花鸟的，什么朱乐山啦、朱文韵啦等等等等那些画家都有近似的画风在里面那么这张画很有意思，就是说范昌乾他到了新加坡之后，他也是实质教学的，就是继承中国传统的那个水墨，然后教授传承水墨，所以他其实搞创作的这种本地的画很少，大概也就几张。这个就是他在50年代创作的少有的几幅之一。那么我们可以说，就是在同类的这些画里也是出手不凡的。怎么说出手不凡呢？不在于构图不在于步骤，在于什么？在于笔墨在于笔墨的能力。去看一下这张画的画棕榈树的笔墨还是很老辣的那然后我们就再讲到这个陈文熙那么陈文熙呢，我要讲一下，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早慧的人，就是说他的学习是以我为主的，他不是说按部就班的，我就是海派的传承人，我继承下整一套技法体系，然后我再出新，他不是的。
他就是很明确有自己风格。那么怎么样构造自己风格？他有很明确的几个人物的，他自己也讲到过的。那么一个就是扬州八怪里的黄胜，他从黄胜，但黄胜也不能说是一流的画家，但是他的很多笔法是在黄胜里出来的。所以，陈文熙的笔法跟吴昌硕没什么关系的哦。不像范昌乾，他短线很多，侧锋很多，他没有什么中锋用笔的。这种笔法在那个干笔也很多，飞白也很多。这种笔法是在那个黄胜的那种草书里面你可以看见，他就自己直接说他自己是受黄胜草书影响的啊，作为他这个水墨画的笔法的根基。那么还有一个人物呢，他提的很少的，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呢，对他跟他的研究还是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海派另外一个画家虚谷。我们呢没有这个虚谷的作品在这个收藏里面，大家去翻了虚谷的作品，再来看这个陈文熙的这个猿猴这些呢，大家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了哦。就是说陈文熙的猿猴从哪里来的？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不是完全没有技法出处来源的哦。看他怎么样从虚谷的画里受到影响，当然还有别的画家了哦，受到影响，自己慢慢转化成自己的风格了。那么这张猿猴也是他的一张精品了。猿猴的特点哦，好像像熊一样的哦，非常饱，体积很饱满。然后体积是什么？它的很方。虚谷画的这种猿猴猴子比较圆，陈文熙东西是宁方婺源的，这种方结构很多啊。然后很奇怪的是，它居然还有一只白的，诶，这个是有点偏蓝色的，大家去那个展厅可以看一下，这里不太清楚。那么陈文熙他是一个受过现代美术教育，就是西方艺术人，所以他在这种构图啊、轻重的安排、支线的穿插这种方面，他是很重视的。这个是很多中国传统画家没有。那么还有一个人是对这些东西很重视，是谁呢？就是他的老师潘天寿了。但是他是不是受潘天寿影响的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是说潘天寿是教了他纸画，但是潘天寿的风格中这种对这种整个构图的这种平衡、动势、这种穿插关系，整个的视觉上的那种张力啊，跟视觉上那种趋势，往哪个方向走，怎么样穿插，这种是非常讲究。陈文熙也是非常讲究的啊。但是这就是受到我们可以说笼统的说，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对他们还是有一种间接的一种影响在里面。虽然潘天寿是很反对把那个西画直接拿来用的啊，那么陈文熙他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所以他整个作品中，他自己也说，他的对点线面、对构图这种弧线、分割线的研究都很多，这件作品中都能够体现出来的哦。整个势，然后整个线条这种横线条、竖线条穿插，整个往下去的坠的感觉，整个层次分3层哦，猴子这样的布局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再去研究一下。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讲到一个区域性也有一定影响力的，就岭南画派了。岭南呢，它跟新加坡呢离得比较近的，那么但是它在影响力呢，它就没有那个上海海派这么大。那岭南它跟什么的关系更紧？它跟日本的关系，因为他们的那个居廉居巢啊，也是职业画家，当时也是强调写实，在那个传统那个中国花鸟画的基础上，希望能够画得更写实、更逼真。这个呢是直接受到日本的那些植物画、动物画影响。那日本的那个植物画、动物画又是受到西方写实的影响啊。这个就是那个居廉画的那个工笔的花鸟。那么这个我觉得就画的是很细致了，但我就觉得相对于海派的那个花鸟就缺乏一种灵动啊。他画的是很逼真，也很写实，也画得很细腻，但是他的这种笔线那种线本身那种自由流畅潇洒的感觉是没有海派这么淋漓尽致啊。因为他们的重点就是能够画得很逼真，颜色很鲜艳，就能够强调那个实景的效果，相对有点点死板。那么这个是海派那个岭南画派一个很主要也成就最高的高剑父的作品。高剑父呢，一般人家觉得他典型作品不是这一类的哦，这一类呢就是他比较强调传统这一类。这种画法上呢，也是用侧锋的，也不是中锋的，这个跟很多那个陈文熙的用笔有点接近的，用侧锋比较多啊。然后很多飞白效果，干湿相擦，线跟面结合，
这个柿子很有意思的啊，你又可以说它是墨骨法，没有勾线的，你又可以觉得它有点像水彩效果的。它通过几笔，你还是能够看出来一种光影啊，有意无意的这种 highlights 高光效果，一种体积感，是吧？所以这个它还有是明显体现出它有受一点西方化的影响。这个高剑锋他是赴日本留学的高剑夫，跟他的弟弟高启峰。那他们就是希望提出口号，就是折中东西，就是希望把中西绘画的方法运用起来，能够对现实生活能够再现更逼真啊。这个是他的一个那个绘画的一种主张。因为20世纪从五四开始就认为中国画就是积弱很久了嘛，就是文人画一味的都是复古啦等等等等，就没有表现现实能力。那高剑夫和徐悲鸿一样，都是要主张要直接从现实出发，表现现实的。那么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就是他比较表现现实的手法，这种画法就更接近水彩了啊。我们在那个陈宗瑞的画里面也可以展现出这种感觉，就是传统的笔墨的东西不是主导性的，水彩的这种画法用笔相对比较占上风。那么高剑父他又吸收了那种日本画特点，日本画嘛就是很注重一种气氛的渲染了，云了雾了雨气啦云气那种气氛的渲染，在日本画里很强调的。高剑父就把这个用到了他的那个折中东西这种模式里面来。但是高剑父这个人呢很有意思的，他一方面就是折中东西啊，要革新中国画这个口号很强，但其实他这个人心里面对传统的迷恋又是很重的，所以他也有大量的那些传统题材泥古的作品的。所以有时候一个革新者他喊口号跟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你不能够完全一对一的这样对等起来看因为这个美术史是很复杂的，有一些这种作品的个案就可以体现出这个画家他创作的丰富性了但一般我们讲到折中东西，讲到高剑父，你往往就会看到一些这种类型的作品，甚至他画什么飞机大炮啦什么的，画在中国画里面都有的，但不知道这个人其实私底下是画过很多很传统的东西的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就是20世纪的一些所谓的大名头的画家作品那现在的秀海龙藏品里呢，大名头的画家呢几乎都有的，不是每个人的作品量很大，作品量最多的呢就是说是徐悲鸿。那么唯一一个缺的呢，应该说就是李可染我们希望不久还能够看见那个秀海楼里李可染的作品。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这个是名头最大的了，应该家喻户晓的了。现在都可以分析了，这几个画法的，墨骨的是吧？这个是勾线的、勾勒，然后在中间水墨渲染的这个呢，基本上可以定为呢是20年代初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20年代初呢，这个齐白石就移居到北京，逃避家乡的战乱。那么他之前在家乡的时候呢，就一直是画的很冷僻八大这个路子的，八大东西是很简练的，所以他这个时候的构图还是很简练的、极简的这种构图，一枝花然后创造出一个很空的一个空白，然后靠一个小小的一个鸟跟它进行一种相互衔接、呼应的关系那么，但是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北京，他就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画坛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陈师曾他就是中国一个文人，也是20世纪很重要陈寅恪的弟弟，陈寅恪的弟弟陈寅恪还有一个名叫陈师曾。那么陈师曾呢，就向他介绍了吴昌硕的画。齐白石是没见过吴昌硕，但是他看见吴昌硕画，通过陈师曾，所以呢，齐白石也受到吴昌硕的东西的启发的，像这种，就跟吴昌硕的表现方法很接近的所以基本上以这种方式去断代呢，就是这张画基本上是在他衰年，就是老年变法的初期，20年代刚到北京时候开始由八大冷僻的一派慢慢吸收海派的一些东西形成自己风格起的一件作品。那么这件作品的妙在哪里枝子是往这个花头是从左边往右边去，是吧？那么花头的倾斜程度跟这个叶子倾斜程度很精妙的画出了区别花头重嘛，所以它那个在风中摇曳的感觉就不像这个叶子这么强。看叶子整个枝整个叶都飞舞起来了，叶子几乎都成180度了，那个叶子飘起来这种感觉，在风中整个飘逸感描写的很好，但是又极其简练
那么这个小小的鸟，当时他还画得很写实嘞，他后来就画得更加简练了。这个时候还画得相对写实，跟这个牡丹花没有这张画就缺了一个这个，然后加上长款，整张画面的构图就压住了哦，就两边都平衡了，上下也平衡了哦。这个就比较大写意了，就比较粗犷的画法了哦，更加写意，更加粗犷。那这张画的有意思呢，主要是这个背景故事了，倒不全是在这个风格了啊。字呢是齐白石写的，这个草丛画的这么精细啊，跟这个东西好像风格是完全两种的啊。这个呢是他最中意的儿子子如画的，子如大概死得很早。但是他经常帮那个齐白石代笔，帮他画一些很精细的草丛，因为齐白石到老了，那个眼睛不行了嘛，就叫子如帮他代笔了。但是子如又死得很早。然后这个2颗这个红叶呢，一株比较红一点，一株比较褐色一点呢，是良池良乙，是他另外2个儿子画的。然后这个字呢就是齐白石题的，所以这张画就是一个合家欢嘛，一家人全部画了。那么大家熟悉中国画，或者说了解中国画市场的，应该都知道，就是齐白石他自己蛮有先见之明，他老了发现他自己知道自己以后画这些东西不行，他画了早期就已经把这些东西画好了，画在空纸上面，等到年纪大了就再画一下大写意那个花鸟填上去就可以了。所以他经常的画面上有非常工整的这些小的草丛，然后配以大写意的这些花鸟啊。这个不是假的哦，有些都是他早就做好功夫了，因为他也是在市场上面很成功的一个画家。这个是潘天寿的啊。用这件作品呢，不能够说明潘天寿的一个风格啊，但是呢，也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怎么说呢？潘天寿是绝对不喜欢四平八稳的风格的。潘天寿一定会在画里面要一位霸汉，要造险境，要雄奇，这个是他的风格。武昌硕曾经说过，就是说，很多人学他，他也学他。潘天寿在上海教书的时候，每个星期也去看吴昌硕啊，让吴昌硕给他提点，其实也算是吴昌硕的一个弟子，但是只有潘天寿一个人脱离了吴昌硕的风格，他比吴昌硕更加霸横。武昌硕刚才我们看见那个枝杆的扭结啊，那个画面用墨的那种重色，潘天寿呢继承下来，但是潘天寿画的更加视觉上张力更强，这种圆形的静心构图，歘一下下来，全部是重墨，花头更重，花头更重，整个画面就根本就不倾斜往一边倒了，完全是靠他的字跟他的章压住的。他就是给你视觉上要有一种很强的冲击力。那么这张画是件小品，这张画呢基本上断代呢是在50年代末跟60年代初。潘天寿很少画小作品的，因为潘天寿是一个自己在美术史上定位有要求的画家。他是读美术史，而且也写过中国美术史什么略考了等等，他有思考这种问题的画家，所以他进行的，而且尤其是当时他是在国立艺专，中国最顶尖的艺术学校，都是跟像林风眠啊等等这些艺术家在一起工作。那么，他肯定会有更高更远的那种考虑，就是说中国画怎么发展。他也的确写过很多文章，中国画怎么发展。他就是不赞成林风眠那种所谓的要融合中西，他就是认为中西是2个截然不同的体系，都是高峰。中国画就要强调中国画特点，不要跟外国的画进行一种融合，变成不中不西。那么50年代解放之后呢，潘天寿日子是不是很好过的？因为当时呢，苏联的这套写实主义跟徐悲鸿的这个体系呢是整个进来了。潘天寿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美术学院，就是浙江美术学院，包括中央美术学院都撤销了中国画系的，就是没有人画中国画了。那潘天寿都被调到什么民族艺术研究所啦，什么东西。那么后来呢，中共的政策又变了，又说一味的是去学西方的又不对了，那么恢复了这个中国画系。这个时候潘天寿就日子比较好过，又被提升为院长了。那么这个时期他就创作很多，心情也比较好，大概就是很短短的在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而且也画了不少小品，画的比较温馨。那么这件作品呢，我们就断代呢，应该是在这个时期画的作品啊。而且那个时候，
浙江美术学院还用他这些作品做了很多水印木刻，看起来跟真的作品很像，很多人在市场上买了假的还看不出来了，就是很逼真的啊。那么，也就是因为由他主导的后来的那个中国画改革，在浙江美术学院就相对保留了比较多中国画特点，也就是因为他。那么中国画要在一个现代艺术学院建立起来了，那你必须要有一套体系啊。以前是没有体系的。我跟张三学，我的风格就像张三，他是李四，他就是李四学生；你是吴门画派的，苏州的，你是扬州的，大家各搞各派。那么你现在是全国性的这种国画专业，你要用什么作为教材呢？这就是为什么说我说海派它就变成一个根基了。海派的画家就变，海派这个风格传承就完全纳入了，至少纳入了南边的艺术教育体制，起手都是用海派的。朱乐山也是吴昌硕的一个远房亲戚，就被潘天寿叫去到浙江美术学院，就是专门负责，还有陆亦菲专门负责花鸟，这个全是海派的花鸟传承的。那么山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陆延绍、顾坤博也是上海跟冯超然、谢志柳学的，也是海派山水的起手的，也变成了是山水画的一个格式。所以现在你如果去看所谓什么中国画教学书，全部是海派起手的。你如果入门，大家还是会不太会用岭南派啊，什么东北还是什么哪里的，基本上都是海派起手。你能够看到这个印子，画云的方法、画水的方法啊，都是从陆延绍啊、顾坤博他们再早的那些海派画家出来的。画花鸟的方法，朱乐山的、朱文运的、吴昌硕的，这些都是作为范本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就是到最后海派纳入这个所谓现代这种学术这种专业的教学体系，它就变成一种 standard 的一种教学技法了。在新加坡也是这样呀，很多海派的后来弟子他们教学生画法也是这样起手的啊。当然它不好处就是风格单一，但好处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一个模式，大家可以跟随啊。那岭南派就相对就没有这样进入一个很广泛的这种专业的体系进行流传啊。所以潘天寿对于中国画能够现代化纳入现代教学体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那么他自己其实也是从海派里出来的。那么潘天寿的一种真正的风格呢，这张是很明显的啊。在这张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风格了吧？构图绝对不会四平八稳的哦，他要把这个岩石画到逼到旁边这样的环境中，他要让这个实跟虚有这样强烈的一种对比关系啊，在这个画面上。然后他的这种用墨的方法哦，他对这种花鸟在好像山水画这样布局中的这种处理，就是这个画家的格局是很大的哦。所以他的画就是说没有什么四平八稳的，全部都是很显的、很齐的特点的。这个跟他早期喜欢八大山人也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他的构图就更加满、更加霸气了啊。那这个差不多，我们就把花鸟大概20世纪的就几个主要特点都讲了。下面看一下，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画种就是工笔画了哦。工笔画，工笔重彩啊，勾线，枝叶很劲挺。这个是于飞安的作品，但是这个是于飞安临宋徽宗的作品啊。于飞安是于兆，他在30年代，当时故宫就也不能整天展那些原作嘛，就要求大家就是在故宫里吸收了一批专业比较好的人，就临摹一批那个就是宋画啊，古代的画。那么于飞安就临了这张梅花山情啊。这是宋徽宗的原作。那么这个字，可能上个星期讲书法时候已经讲到了瘦金体啊，就现在仿宋体的原型啊。宋徽宗创造了一种字体啊，就在这里面看出来是楷书，然后字很劲瘦的一种字体。那么这种字体的这种笔势，这种其实跟它这个枝感的那种势跟用线那种感觉，其实都是相互呼应的啊。用力的感觉，手感觉都是接近的。那么然后这个就是工笔的画法，先淡墨勾好线之后勾好，然后再进行层层的照染。有时候照完之后觉得线不已经墨掉了或者不清楚，可能你再重新勾一遍，就是复勾一遍啊，不是单勾一遍再勾一遍。那么再把这些 highlight 比较需要强调的地方再点出来。好，在下面我们就进入到山水了啊，这个是20世纪山水的宗师了，黄宾虹。黄宾虹呢，这个呢，一般我们都认为他是白宾虹时期，就是说还没有到他衰年变法。他的衰年是很晚很晚，是80岁以后才叫衰年，还不是70岁之后。这个可能是他70岁之后，所以就是学吴门画派啊，画的比较松秀啊，全部都是用这种
蓖麻村、短蓖麻村呢，这种画法呢还是很清楚的哦，画得很松活，笔都很清楚，都是中锋笔线的这张作品。那么这个呢是他典型风格，但这张作品现在已经不是在这个收藏里，这个是秀海楼一个原收藏的作品《西桥诗思》，这个时候就是黑宾红时期了。在这个时期，他已经不太注重这个，你看啊，这个画他还注重这个山来龙去脉，是吧？前山后山这样进去啊，平远啊、深远啦、高远这些一层层的关系。这个画不注重这些，他注重的是他的墨法。这个时候他的墨法已经很成熟了。那这个照片因为早期的黑白照片不清楚，层层叠染，干墨、湿墨、素墨，素墨就是今天晚上的墨，到了第二天早上用，它胶已经没有了，所以它出来又有不一样的效果。层层叠染，整个那个他们说它这个黑色感觉都好像像玉一样的，会发亮的那种效果，整个层次。这个时候他整个注意的已经不是这种风景。或者一只山长什么样，他更注重的是他这个墨本身哦，他的笔触本身能够体现出来一种塑造出来美感。这个在这个画上我们不太能够清楚的看到，但是大概可以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基本，就是白宾红跟黑宾红时期，我们分析是这样。因为他在80岁之后，尤其是48年，重新从北平移到杭州，那么也算是浙江美术学院的一个老教授了，大概也就7年的时间吧，到他去世。这个时期是他最成熟的时期，就是他的这个黑宾红时期啊。这个呢就是张大千，张大千是样样都能画，样样都很精，造假画也很厉害啊。很多那个国外的那些大美术馆呢，都糊弄了很些那些美术史的专家啊，因为美术史专家不一定是鉴赏的能手了。好，一口咬定哇，这个是宋画，哇，这个原画名画，最后鉴赏的高手来看，这全是张大千仿的啊。然后他也临摹了敦煌壁画很大量，也有争议，因为他去敦煌临摹的时候，直接把那个宋画扒下来，他认为宋画画的不好，他把宋画扒下来，直接临后面的原画。那么无形中其实前面那个宋画也就毁掉了啊。当然这个是互相有争议了，因为的确宋画的质量不如唐画，讲错了，不是原画，唐画。那么但是这个人的能力也是超强了。据说啊，因为前阵子我刚才在杭州听了那个鉴赏的那个泰斗了附身的一个讲座，他是研究张大千的嘛。就当时有个人问他一个问题，在现场的时候说，张大千干嘛整天要仿假画啊？仿石涛，仿谁仿都他仿的。那么是不是说他缺钱，缺这么厉害？那么附身的研究呢，就是有一个总结，就是说张大千呢，就是说非常那个好胜了，他就是要通过这些临摹，人家辨认不出来，他证明他自己的那个能力的高低啊。据说有一次好像黄宾虹手上有一张什么画，他想问他借，我忘了那个画家是谁了。那么黄宾虹不肯借，他就很气，他就自己去临了一张那个画家的画，然后刻意的安排了一个偶然的情况，让黄宾虹看见了，黄宾虹就死活要那张画，还要把原来不肯借那张画跟他兑换。后来兑换之后，他又告诉他说这张画其实是我画的，好像有这么个故事。反正就是这个画家的能力非常强。那么这张画呢，是他从那个敦煌回来啊，40年代他从离开敦煌之后，回到成都的时候，住在青城山的时候，当时可能整个那个大概住了有2年多吧，整个那个环境也比较闲适啊，人也比较闲适情况下画的。我们还特地用了这张画做了我们那个展厅的那个主设计啊。这个跟我们就是整个这个秀海楼这个藏品也有一定的暗印。为什么？这个其实真正艺术收藏到最后就是一种几个人大家玩一玩，互相之间心意跟精神上一种相通，这样的感受是最好的啊。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是不是？好，柳暗闲度，比较悠闲的心情下，大家谈一点精神上的，谈一些诗意的生活，这样一种感受。那么张大千很能，而且他很喜欢那个原的那个王蒙的作品，自荐他就是临王蒙的，学王蒙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也是很多那种短线蓖麻村，但是他在王蒙基础上进行了发挥，他又照了颜色了，他又照色，他不只是那个墨的那个墨线。墨笔的，它是照了一点颜色。这张画画得非常好，层次非常多，但是层次多而不乱，每一层你都能够看出来。这是一张很好的一张画，而且，
从这张我们又可以讲到一个，就是山水画里面一个比较主要的一种构图嘛，就是高远，从下往上看，高远。那么深远呢，一般人会搞得比较不太清楚，什么是深远？深远呢，有一种说法就是前山看后山，比如这样一座山嘛，它的山基前头到后头一层一层，你从前面到后头。那平远呢，在这张画上不明显。那大家去看一下董源啊、南宋后面的那些画呢，什么就可以看到是平远的。平远它一般比较描写江南的小山丘，在水平线上一层一层的递进，江南的那种山，就这种表现大山的这种大山啊，北方那种岩石山的关系中就比较看不到平远，但是高远就很明确。通常有高远，通常就有深远的关系啊，有平远也会有深远的关系。这个呢是福报石的作品。那么福报石呢，在当时杨启林先生收他作品的时候，他还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名家啊，所以当时他的这种画法也是有争议的。他的皴法呢是抱石皴，但是呢，可能等一下杜南发先生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呢其实受到日本画影响很深的。我每次看他的那个人物画，都觉得有种鬼气森森的感觉啊，那个人物的形象也是。那么，但是这张画的构图是很巧妙的啦，3分构图，然后每一分构图的那个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这个好像江中的一个小的钉柱，然后有一条船，然后有一个影视出来这个好像是岸边，这种好像有点吸收倪云林的构图，但又不是。然后远山层层递进关系，然后这个黑白的分割也很好。这是张小小的画面，但是意境还是拉得很深远的这个是他在解放前画的，大家可以去看他解放后画的。他在解放后呢，艺术生涯达到高峰，因为他画了很多，他在江苏画院他画了很多革命山水画就是最有名的一张就是江山如此多娇，就是他跟关山月画，其实主要的主笔是他，关山月是衬托的。那么他在那些画中呢，一他发挥他自己那个山水画能力二一个呢就是说他就是很能够巧妙的把当时要求画那种大好河山啊、政治题材的东西呢结合在那个山水画里面，所以他在那个50、60年代的时候，他的那个整个艺术声誉是达到了高峰的。但是可惜去世的很早，好像文革前去世了。那么他呢比较出名的就是他的抱石皴。所谓抱石皴呢，就是一种笔线的质量呢，就是说是把那个笔锋呢能散开来之后，然后蘸上墨，画出来那个笔丝呢，不是都是有擦线的那种效果嘛？这种东西，这种画法呢，就是它，但它很灵活，它的那个笔可以不同的角度转，有些粗，有些细，它就这么一支散锋笔，它可以画出很不同的那种线的质感的变化包括皴擦山水，包括勾线，包括人物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抱石皴那么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画家，陆延绍了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浙江南边的所有的山水画，如果你看那些美术学院专业这个技法入门，就是他跟顾坤博是很重要的，就是画云怎么画，画山怎么画，这个人也是有非常扎实的那个传统功力。那么这张画呢，就是他在自己的风格还没有形成之前，他学宋画的时候。那么他呢，也是在40年代，好像也是在可能抗战时候吧，他也在熟地飞雪，他在四川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张画呢，不是他当时画的，这是他后期估计是解放后吧，我们断代比较困难，就放了50至70年代。他呢回忆他在四川看到那个下雪，回忆那个时候画的一张画。那么四川这个地方是不太会下雪的啦，因为它周围都是盆地嘛。但是他呢很难得看到这个雪景整个画你看渲染大量的渲染，湿墨的渲染然后加上一些很精简的一些勾勒线条，然后它的树木呢全部都是宋画的那个蟹爪皴这个皴法蟹爪枝在郭熙画等一下可以看见。然后这些山顶上这些不是很明确了，这些小小的皴法全是云头皴，有点弧线感觉，所以这张画是很典型的云头皴蟹爪枝，是从宋画里面来的一张画。但是整张画能够体现出，我觉得是非常能够体现出一种很阴冷湿冷，盆地很高峭陡峭整个在一种很幽深很阴暗的一种环境中的一个雪天，就是雪后的一种氛围感觉。这个是他的风格，他是陈行凤风格
他最强的就是画水和画云，而且在水云之间那种留白的效果看一下这种勾线非常舒展的那种，几乎都是中锋勾的这种水线啊云线，这个是他后来很典型的陆岩上的画法，他是画云画水最厉害了这个是他成熟风格。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早期这个画里面，他就是学这个郭熙的蟹爪枝、云头村，这都已经淡掉不太明显了，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些很大的部分山体都基本上没有用皴法，用那种 texturing 的，基本上都是用渲染跟留白的。这个就是刚才这个的技法的出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徐悲鸿了徐悲鸿这张画，去年那个专门研究徐悲鸿的华天雪博士已经讲的比较多了。那么大家就是在这里就是注意几个技法点，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有来历的，可以去看一下以前比如说任伯年的人物画去看一下，然后再来对照一下它的线条。那么徐悲鸿的长处在哪里呢？他这些城市包括画马这些韩晃这些画马的，以前这些画马的高手，古代大家，他其实都参考过。但徐悲鸿能力为什么强？第一，他能够组织一个大型的画面有3个人，这种3个人展开的方式，其实中国人物画中也很多的。他用3个人，这个人朝后看，他把这个人给勾连住了，前面这样1、2、3，整个画面就勾连起来的关系。那么他在这个前面3个人呢，基本上是用工笔淡的那种淡墨渲染。那么这个他又混合的用，你看他虽然有勾线，但是它里面它就不是渲染，它就是直接落墨这种效果，就跟这种方法不一样了。那么他在脸上面他渲染的时候呢，他又很强调那种他从西画里来的这种明暗的这种体积感所以他这种是一种很混合的画法，所以很多人就不喜欢，就觉得说他好像不中不西嘛但是他的能力表现在就是说马的造型动态，人物的造型转折，人物那种袖子，你看里面有骨，贴着骨的地方没有贴着骨的地方，这些地方包括这些肌肉这些呢都是体现出他能力，因为他毕竟学过西画，所以他可以比那种传统中国画家可以画得更加复杂、更加写实、更加详细但是呢，效果是怎么样就见仁见智，这个在美术界有很大的争议的到底他这种徐悲鸿的改革，很多人就认为他的这种脸部的这种画法就不如那个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个任伯年这么成功，虽然也是勾线，但是他就没有用很多阴影的画法，就更加像中国画。那么这个就是大写意画法，在这个画里面呢，徐悲鸿就看出他这个笔线就不像前面这个安排布局这么考究，这个就是更加写意、更加随意的一种发挥了。那么脸也是一样，它不像传统的画都是勾线勾出来的，他就用很多的直接渲染。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靠你的那个写实功力了，因为他画油画出身，他通过颜色的、墨色的、肤色的浓淡变化，就把人的那种侧面的体积转折画出来了那徐悲鸿画过很多钟馗，我们的展厅里有2张钟馗。那么这张钟馗，我们开玩笑说，就好像是他的一个私人形象。一般看到钟馗都是昂首挺胸那个是一种很官方的一种形象。那么这就私人的，他裤子也卷起来了，靴子也松了喝醉了酒，整个人邋里邋遢的一种形象。那么但是呢，这个题款呢又跟这个没什么关系。这个是1939年的时候，徐悲鸿刚刚到新加坡时候画的。他这里又讲3次怀宁入梦游，这个大家跟华天雪2个人也有进行一番讨论。后来查了一下呢，他这个应该是在思念他的当时的一个恋人那个孙多慈因为是在怀宁，他曾经去怀宁找了孙多慈3次那么他可能，但是最后他来新加坡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跟孙多慈没办法结成夫妻。当时他已经跟蒋碧薇在办离婚了就希望跟孙多慈结婚，但是没办法结为夫妻，所以这是他一个原因，促成他来南洋的一个原因。除了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为抗日筹款，还有个原因就是他个人的生活上，他可能想摆脱一段时间，自己求个清静吧。那么徐悲鸿很多作品，他的题款跟他的画关系并不是很紧密的，这个在中国画上也是可以存在的，不是说你的这个款式或者说提拔一定要跟你的画面有一种直接的关联
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猫，这个画就完全就是很多很多就是西画的方法了。我们去看古代画猫什么的那种丝毛法、干湿法，就是专门画毛的一种表现方法，叫丝毛法，有干的有湿的，都跟这个不一样。它这个就直接靠墨色，通过墨色非常微妙变化，注意到这里有点黑的，这个尾端这里就墨就比较松，比较淡一点，这就比较体现出那个毛的感觉。然后整个这个毛那个尾巴这样转过来。转过去，整个感觉完全是就是一笔靠墨色的不断的变化跟笔势的转折一气呵成，这个完全就是靠着他的速写，等于说他好像用墨笔在画素描一样的，很多解放之后的那些中国画也有这样画法，这样的画法也成立。就是说，虽然你的笔线不是从传统书法里来，但是如果你的那个素描功夫够好，好像蒋兆和啊等等画人，你最后的作品也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呢，我们刚才已经在讲高剑夫的时候提到了，就是历史呢不能够这样绝对的看他是革新派，他是传统派，革新派画家就完全不懂传统，就一味的革新，不是这么简单看问题的。这张秀海楼的旧藏呢，就给我们更加多点微观历史的了解。在这张画里面，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个人是不懂传统的。这张是徐悲鸿画的兰花。一个不懂传统的人，他可能可以去画一个很复杂花，但他绝对没办法画兰花。兰花一定要有书法功力的人，书法笔线人，他最后画出来效果，这个叶子才不会浮，这个长线条才能够看，整张画面才能够立得住。徐悲鸿很小就学书法了，他后来又算是康有为的入门弟子。我们的展览厅里也有徐悲鸿的书法作品的。徐悲鸿的书法是自成一体的，从碑学里出来，但是写的自重潇洒，所以他的笔线功夫是绝对可以 pass 的。是有书法功底人画的兰花，这是他从法国回来之后画的。然后你看这个笔线，这些飞白效果断了，但是又没断，是断未断，这根线拉下来的质量是很好的，很有弹性的不是软皮皮。我们自己拿一根笔，我们画一条在笔下，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说画兰花一定要有书法的功底在里面才可以画了然后不同线条的层次变化，飞白的效果，这些长的线拉下来以后，将断未断，还是保留很强的力量在里面才结束。结束也不草率，全部都有力量收住的，所以这些都能够体现出他传统的那个基本功是有的，不是人家一味说他就是写实派，完全不懂什么文人画，不懂那个传统，这个也是比较片面的说法。那么他在这些墨叶子里面，他又用淡墨把这些兰花画出来了而且在浅淡不同的这个颜色对比我觉得这张画其实是他比较成功的一张传统题材作品，就很可惜这张画现在已经不在这个收藏里。这个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说已经被证实很明确，一个革新派的画家、写实画家，用西方技巧画的另一面所以历史没有这么简单真相更是相当复杂的那么从刚才传统的那些画家，我们讲到徐悲鸿，就是所谓的从西方来改革中国画的画家。那接下来讲的都是这样的例子。前面刚才从齐白石啦、潘天寿啦、黄宾虹，基本上张大千都是属于学传统这一路出来的这一路呢，从徐悲鸿这些都是有西画功底的。这个是徐悲鸿的学生吴作人作品他是徐悲鸿叫他去比利时学，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生，晚年也开始画水墨，当然他们用笔用墨的方法就不一样了那么可以看出一些笔墨上的质量的不同。这个呢是黄胄，这个画家呢也是从速写起法的，他也不是从学书法啦、学传统出发，但是因为他的速写功力太强了，所以他整个画面还是撑得住的。作为一件优秀的作品我们不要用传统进行比较，传统的程式比较，他还是撑得住的。他包括这个脚趾的描绘，提手的这个提桶的这个手整个衣服的这个结构注意到没？这条线肯定是紧的，因为这个是胯骨这边跨住，跟你的腰线跟你的胯骨都贴住肉的地方的线是紧的，这边开始放松，这些地方放松这些线古典的这种肘子这个地方的线都是紧的，整个结构都是抓得很紧，因为他是学速写学西画出身的。那么当然他也知道墨分五色要干湿变化，所以他在这个墨线上面虽然不是传统的笔法，可是
它有墨的变化呀，你看出湿润浓淡的变化呀，你也看出这个线条有轻重缓急的变化，所以他们也就创造了一种新路子，就是解放之后的很多的画家不是从传统开始学出来的，而是西方学出来画家，很多的风格是这一类的。虽然一直被传统画家诟病，但是现在也是成为主流的其中的一支了啊。新中国的水墨画很多是这种感觉的啊，包括这种脸上面染了很多晕染的效果啊，使它更贴近真人的那种肤色啊。那么还有一路就是在那个解放之后基本上被压抑，就是林风眠这一路，他也是学西画出身的哦。那他的笔线也不是从文人画里来的，很多都吸收了民间画啊、敦煌啊，还有宋词的这种线条。那么他更加注重颜色，就跟西画的那种现代主义啊、什么莫迪格里安尼啊这些画家、马蒂斯的东西更加接近，颜色用的更多的这个路子。但是这一路呢，就在1949年之后就基本上看不到了啊，就是很多都是流于一种半地下状态，被官方美术压制的。那么其实就是说，基本上20世纪的那个美术的脉络就是很清楚，就是传统派这些大家还是以中国画本身的传统里根基，慢慢发挥出他们自己的风格。但是他们其实对整个当时的文化社会环境也是有反应的，很明显，就像吴昌硕这样，是不是？他没有直接的去画西画，但是他会加强它的视觉效果，用一些西画颜色增强它的画面的那种感觉，这些都是一种潜意识的，或者是一种下意识，或者是一种间接的回应，对这种整个艺术气氛、艺术环境要求的一种间接回应。那还有很直接的，就是像林风眠、徐悲鸿这些以西画为基础人，他们就是其实还是抱着要继承中国传统的一种观念，但是他们是先学了西画，然后再回到中国画来试图创造出自己的风格，跟传统的城市不太一样的。也包括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吴冠中哦，他的笔线也不是从传统的画里来的。那么这个人呢比较特别一点，刘海粟是刘抗的老师，他呢小的时候也是学国画的，但是他后来成年之后呢，又去游学法国啊什么，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都是进行西画创作的，但是他的国画基础也是蛮好的。这张画呢提到了狮之岛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做试读的时候认为是温州那边有个岛叫狮之岛，后来呢最后再查实一下，认为他提到狮之岛呢，尤其他说他回忆20年前去狮之岛，应该是巴厘岛，他在巴厘岛看到斗鸡的情形啊。到了他这张画60年代的时候，他生病，然后生完病后，他想试试自己的手腕的力量，就画了这张画。这张画还是很生动的捕捉了这个斗鸡的形象。然后我们在陈宗瑞展厅里有一张照片，就是斗鸡，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抓的整个神髓还是都抓住了。然后他这个就是焦墨飞白很多飞白干笔的效果，这个也是中国画里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种用墨的方法。关良关良呢，他也是留学日本的，以前是学油画的。那他的风格呢，很长一段时间人家都觉得很难定位，就是很古怪。你说他的笔线、他的墨色，他自成一套，然后你看起来软皮皮，但是他其实呢，他墨色啊、线条啊都画得很松动、很流畅、很潇洒，反而其实很有文人画的味道的啊。他专门画这些戏剧人物的，本地好像有一个藏家也是收了他很多作品。最后就是丰子恺是弘一法师学生，他呢是留学日本的。所以他用笔用墨里面受到日本的版画影响很多，人物造型整个简洁，字也是写的比较静挺，有点像版画的那种刻线效果呢，是受到一个日本的很出名的一个画家版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大家去查一查竹久梦二，查到他的你就会看出来他们两个相关性，只是在题材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个丰子恺受这个弘一的影响嘛，也画很多护生啊，就是保护这个众生啊，画很多跟佛教、跟宣化、跟教化众生有关系的题材那么这个竹久梦二呢，在日本那个语境中就画很多就是情色化的题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很有意思，题材很不一样，但是那个线条风格它是有一种相关性的。那基本上我看我就讲到这里，可以剩下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有什么问答，好不好？谢谢大家。
还是杜老师有什么想要补充一下的？关于那个什么那个福报石啊，对这方面你可能研究的比较多一点。没有，我只是蜻蜓点水聊到一下，大家可以去做更深入的研究啊。那如果没有问题呢，就希望通过这个作品的试读，大家可以对我们展厅的作品有更深入了解。可能回去看，你们可以自己会进一步的进行温习一下，或者可以发现更多有意思的内容跟技法哦。就大家以后可能，我们的水墨就可以再往前更深入讲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就以后就不用再讲了，好不好？谢谢大家啊。